今天我是被逼急的，5年不算一个短时间呐。中文最近在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如果能够把你那5年的感受写出来，应该蛮精彩。”事实上，那一段日子对我而言是痛苦的，我一直想把它忘记，所以我根本不想，我只是对外演讲的时候都是只是轻描淡写的说：“哎呀，我经过5年把所有的开关找出来。”但是真的那么好找吗？太难了，我只能跟各位讲，太难了。你譬如这样说吧，你说臀部，它揉下去，管膝盖，但当脚踝痛的时候，你会晓得，臀部也管脚踝吗？不会的。所以你又在膝盖呀、腿呀到处乱找，到最后都找不到，又在臀部揉揉看，竟然有效了哦！才终于发现，原来它是贯穿膝盖到脚踝的。但是如果已经贯穿到脚踝，那为什么小腿肚又没有效呢？是不是？那小腿肚来的患者，你就要很珍惜了，是不是？这一次没有效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万一下一次他再来，我应该怎么处理啊？要不然你要找很多小腿肚痛的，不容易呀。那每一次来，你就要仔细的全身都找一遍。最后我找来找去，确定就在上背部。那揉了有效，我也不敢马上断定，然后就开始记录这个可能在上背部。然后呢，以后期待类似的患者出现。然后在收集的10-20位之后，我终于确定，小腿肚的痛就是在上背部。那再来，我刚开始找出来的点不是只有7处啊，可能10几处都有，甚至20处都有。那最后怎么会简略到这样呢？是因为我一直比较，大量的比较，到底哪个开关管理的范围是最大的，而不是局部的。比如说膝盖痛，我也找到啊。比如说膝盖的骨头痛，你在膝盖上来的内侧跟外侧，那你2条筋你拨一拨，还真有效。但是臀部也有效哦。那时候我就在思考了，到底哪个开关大？但是到脚踝后面，你拨这2条筋就没有效，但在按臀部还是一样有效。那这样我就确定，臀部绝对是大开关。那即便膝盖痛，那个上面那2条，那也是属于什么呀？小开关。所以我把它列为特殊点。你们看小册子就知道，这是特殊点，不能让我把它列为大开关。那再来，我在找脚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。脚踝也是找了1-2年，最后才确定也是在臀部，然后再把整个臀部再仔细再研究，发现整条要到哪个起哪个指，哇，这个又是一个关键啦。最后才慢慢修正。不止从2/3开始找，连上面的到我们的皮带下方，这里就是一个起点。那这样才能解决所有腿部的问题。那找出来之后，你看脚有3处，它是脚踝，对不对？还有脚背，还有一个臀部，对不对？那我在想，那手应该也有3处啊。那我当时候就找，应该是肩部1处，然后手腕1处，手背1处，那这样就能够跟脚对了。所以我早期的第1版，2006年手腕就有开关，有3条线来解决这里手背的问题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我就在手肘找到，这一条按了，竟然手腕也会好，手背也会好。那很显然比这3条更加有效，而且它是1条啊，就可以贯穿到从手肘到手背，这是3条啊，才可以解决手背啊。那这样哪一个开关大？很显然，这个就是手肘。所以这时候我好不容易又找出来，又把原来手腕取代掉，
那问题又出来了，我就又开始怀疑。这3处都找出来之后，那脚应该对等啊，因为肩部一处，手肘一处，手背一处，那应该脚应该怎么样？臀部一处，膝盖一处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手脚背一处才对啊。但是怎么揉就膝盖怎么找就找不到。那如果以中医针灸学，后面又有委中穴，好像还蛮好用，腰背委中求嘛，啊，那应该是这里附近有大开关，但怎么找就找不到，所以我才最后确定，哦，原来他们不对等的，不是一定都是对称的。那这样反反复复的比较，那再来头部延迟点也是经历千辛万苦，因为我不知道头部往上找就虚空了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点都是往上找，啊，头痛往上找虚空，按虚空头会好吗？那显然是不会好，所以只好往下找。那往下在哪里呢？因为这里都有经络啊，全部都按，最后按到耳后这一点，才发现这里所有的症状都能解决。所以最先开始，我头部延迟点就是确定这2点就是唯一的开关，没有其他。但是又发现，这2条对头部也有帮助，所以我把这里当作主要的大开关，那这里当作次要的辅助点。所以头部延迟点其实如果严格讲，就是耳后这2点。那这2点它反而解决的是下半部的比较强烈，因为也符合我们延迟点讲的，比如肩膀痛，你常常会在哪里找到呢？就是枕骨下沿。很多人打电脑啊，坐着打了老半天，觉得脖子肩膀很酸，其实它在枕骨下沿这一条最有效，你只要揉一揉就好。那所以它对下面的传导下来的反而更快速，所以延迟点都有这个共同性，就是你往上找，那找到开关一按啊，它往下来的力量就大了。那所以肩膀痛往上找也是这样，力量大。那除了头部是例外，所以这中间那个辛苦啊，你要找到那么多患者来做，然后大量做而做出归纳，我只能觉得我真的不敢再回想，因为你在找的过程中，就好像船开到大海，你不知道哪里是岸，那你只能怎么样往前进？因为这里前面也没有人了，也没有人可问了，那只有患者身上才能找出答案。所以在这里茫茫大海中，花了前后5年。这一段，最近因为中文这一提问，触发我很多的感想。因为这一段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，因为当时候在研发的过程中，我看着我太太生命随时都可能死掉，那真的是在跟死神赛跑啊！所以那种急迫性，比我在考中医还要急迫，然后一直在找，全身疯狂似的按推，然后问我太太这里怎么样啊？这里怎么样啊？啊，症状有没有改善啦？这样才累积下来的。所以你们何其有幸啊！我这样花了5年，事实上我大可以不必公告你，我只要把这一部技术开个分店，专门治腿痛的就一个店，专门治手痛的就一个店，每次来都按了有效。我告诉你，都比针灸快。你想会是什么光景？然后我开连锁店，猛不猛？所以有时候我也是很挣扎。当时候要公布之前，我就在想，我要不要公布？我花了那么多心血，要不要公布？因为你们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坐在这里，何德何能，然后坐享其成呢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有时候我会挣扎一下，但一想到我当时候我太太死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说过什么话，我一直在想，对，我是研发这个就是要解决病人嘛。那你病人就是越快公告越好，所以当时候也是因为这样，没有
也没有说要申请专利的心。那要不然这些呀，我告诉你，这些研发每一个开关呢，在我的看法，你想想看，不用药，你的膝盖，答案就在这里，可以解决很多全人类的膝盖痛，光一个开关，一个臀部的点。如果我们平心而论，拿一座诺贝尔医学奖，我都认为不为过。那我有7处哎，是不是他每年都应该颁我一座？颁完了还不够啊，我还有一条脊椎，在最后还要颁一次哎。那颁完之后，他还要颁我一次什么呢？把医学看清楚了，知道什么是异常，什么是症状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创新，你知道吗？也许你们在这里听哦，好像很容易就听到，这是我10几年来心血，然后加上中文来帮我一路修改，然后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呈现给各位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一次能够真的听懂。我相信你们不止身体可以得到健康，甚至还有余力来帮助更多的人。好。